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自然赋予了万物迥异的特性，又让它们成为有机的整体。千百年来，中医用天人合一的智慧，不懈地探究着万物表象背后的联系。102岁的国医大师陆志正依然在坚持出诊。望闻问切之后，他开始解一道中医特有的方程式。15、12、6。而这种方程式正是推动中医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之一。神农尝百草，时有医药时，它真实反映了我们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发现药物、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。追溯人类用药的历史，在药食同源的理念下，中医药治病是以用单味药开始的。于几千年的发展中，中医对于生命也形成了独特的认识。中医药在几千年中始终保佑中华民族的健康，在临床诊疗和养生保健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。至今我已经从医80多年了，也始终还在不断的学习和汲取过程中。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脏腑之间的动态平衡是维持人体功能的基础。中医的核心是什么？是动态平衡。精气神呢，我们俗称是人参三宝那其实呢，它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三者呢相互关联，缺一不可。五脏的平衡其实人呢，这个气血要平衡，五脏也要平衡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可以把人看成阴阳，物质和能量它就是阴阳嘛。那阴阳它要平衡，要协调，要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，仅靠单方难以实现。来自雪域高原的虫草是补肾填精的名贵药材，但单方使用也只能精气神单顾其一，五脏只补其二，而且还易上火。单方就像一个人作战，孤军作战，那你肯定是只有一个维度，是不是？你身后你就顾不上。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的不断深化，对病因病机理解的逐步提高，中医药从单方过渡到复方，逐渐将药物配伍使用实现了一种里程碑式的飞跃。复方不是简单的叠加，同样也是在寻找和谐平衡的境界，解除大自然暗藏的方程式。那复方呢，就可以是一个团队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配合呢，其实中医叫什么？叫君臣佐使这个君臣佐使呢，那在我们专业上呢，它是说这个主病这一味药是专门对这个病来的，就主病就叫君，佐君呢就叫臣，辅佐这个君的要像有组织似的，它有打主攻的，有打侧攻的，也有后边守住的。多年前，陆老和另外2位国医大师一起参与过以虫草为主要的组方探索，让虫草和补气养阴的西洋参相遇，便解决了上火的烦恼。
加入安神的灵芝，实现了精气神的同补；而玫瑰花作为使药，调和了强劲的药性，最终实现了超越虫草单方的完美组合。其实复方呢，它之所以能够在我们临床上几千年了嘛，从《伤寒论》就是复方了。第一，发现它能够增效；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使用范围扩大了。君臣佐使，升降浮沉，是中医的原理体系，也是中医药物应用的黄金定律。回眸中医的历史长河，无数医者不断进行着组方的探索，从单方到269个经方，再到无数的验方，中医在方正相应中走到了今天，和现代科技相逢。现代科技让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时代，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从方到药，从完美到极致，中医药的生生不息、薪火传承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。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，最精干的人。要让传统的中医药实现稳定的安全性和服用的便利性，钟志坚和他的同事们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，为中国良方注入科技内涵。药材经过超声波震荡清洁后，就进入了提取工序。要更好地利用珍贵的药材，提取方式必须超越传统。这些药材都是来自于道地药材，所采用的提取的生产工艺是一个吊囊式动态提取这么一个技术，有效成分的提取效率可比我们传统的比较起来，在同样的药材可以提升20%的含量。提取浓缩后的原液，在管道中继续自己的旅程。药材如果含有重金属等杂质，仅靠传统方法就难以解决，而分离纯化技术将追求极致变成了现实。看似平淡无奇的设备里，却藏着国家级科研平台的智慧。刚才进行的是重金属吸附实验，形象的呢比喻就是像那个螃蟹的2个大钳子，它可以选择性的吸附中草药提取液中的铅、砷、汞、铬等重金属离子，但是对中草药提取液中的有效成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。分子筛以及荧光抓取等一系列技术，可以把杂质包括重金属农场都进行有效的去除。科学技术擦亮传统中医药这块瑰宝，智能化的设备以远超人眼的精度和效率，实时检测着每道工序的质量指标。从原料到成品，传统组方和现代科技得到了完美融合，用复方实现精气神同补，展现出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健康力量，也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。发祥于中华大地，根植于中国文化，生息于现代科技。中医是古代的，也是现代的，更是未来的。